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：王一博盗号风波升级，爆料账号被封，隐私与流量的危险边界。如果这都能叫证据，那我手机里那堆已阅是不是也能当供词？热搜第一挂着王一博聊天记录，评论区很快分成两派，一派拍桌子强调细节全对上了，一派则冷静反问风格太不像了。争论在短时间内迅速发酵，围观者像被吸进同一个漩涡，越吵越热，越热越像真相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所谓泄露信息的录屏中，并没有对个人信息做足够遮挡，一些疑似身份线索若隐若现，仿佛有人在舞台中央递上了自己的身份证。你提到这部戏，真不知道是谁在表演，主角自然是王一博，但事情一开始却显得异常日常。某人发布了一段录屏，声称可以登录某个账户后台，展示购物订单、收货信息、聊天界面，画面流畅，商品图片、尺码选项、下单时间一一呈现，滑动节奏甚至带着你别急，我还有的笃定感。围观群众对这一套最为着迷，文字可以编排，截图可以 P 图，但动态录屏似乎更有说服力。于是评论区开始对细节产生近乎痴迷的关注。他之前穿过同款连帽衫 42.5 的鞋码，早就公开过他爱吃核桃，订单里也有，还聊到徕卡，他确实玩相机。信息像撒了一地的芝麻，谁都能捡2粒，捡得越多，越觉得哦，真有趣。真正让人警觉的，却不是某句吐槽，也不是所谓恋爱留言，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：如果账号真的被人利用，那么今天围观的是明星，明天会不会就是我们？手机里有订单，有地址，有聊天记录，有生活的碎片，也有隐私的重量。娱乐话题在这一刻突然与普通人产生了连接，热搜不再只是吃瓜现场，而像一次关于安全感的集体考试。争议刚起，王一博所属公司乐华娱乐便发布正式声明，措辞明确，将相关内容定性为信息不真实、恶意造谣，并表示已完成证据收集，将依法追责。这份声明的意义不在于逐条解释每个细节，而在于划清边界。围观可以，但传播要谨慎；讨论可以，但越线要担责。它像一盆冷水，目的不是满足好奇心，而是控制火势，提醒所有参与者每一次转发、2次创作都可能触碰法律的红线。有人批评声明没有逐条反驳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公关更担心的从来不是你是否相信，而是你是否继续扩散。在信息爆炸的环境里，澄清往往追不上情绪。与其陷入细节拉扯，不如先确立立场与方向。冷水泼下，锅底却依然温热。网友并未散去，反而开始用放大镜寻找漏洞：录屏是否真实？平台机制是否允许？聊天语气是否匹配？这批瓜里最分裂的，恰恰是细节党与语气党的对峙。一边是拼图式的细节罗列，衣物、鞋码、手环界面、收货人姓名、红酒消费；另一边则皱眉指出聊天中频繁出现的笑、数以月等口头禅，与王一博在公众场合一贯简短、克制的表达风格差异明显。镜头前的他向来言简意赅，不轻易展开长篇情绪输出。如果突然变成连续吐槽的碎嘴王，违和感难以忽视。风格之争，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众判断真伪的另一种方式。更尴尬的是那份被称为吐槽名单的文件，肖战、汪苏泷、陈飞宇、蔡徐坤、程潇、吴磊、鹿晗，名字如雨点般落下，像一场内娱扫射题库的游戏。若是私下聊天，谁会如此集中、密集的评论同行？
且句句带刺，情绪可以失控，但密度如此之高，反倒显得刻意。名单的传播让原本单点的风波迅速外溢，牵连更多无辜者。被点名的同行团队不得不迅速评估影响，回应慢一步，便可能被误读为默认。一场未经证实的爆料，瞬间变成多方的公关负担。风向的转折出现在一些微小却关键的细节上。录屏中疑似出现了爆料者的身份线索、手机号码或登录痕迹，没有完全遮挡的画面像一次不加滤镜的直播。互联网最擅长顺藤摸瓜，一根线头露出，很快便有人开始织网。关于爆料者动机的讨论随之而来，是黑粉，是逐利，还是单纯的流量冲动？与此同时，涉事账号后续出现异常，包括被平台封禁或限制的消息，舆论再次分叉。如果真有漏洞，为何平台不直接修复？如果是捏造，封号只是开始，法律还会更严。当事情走到这里，围观者逐渐意识到，大家讨论的已不只是王一博，而是一个更普遍的问题：用隐私作为燃料的流量交易。娱乐圈并不缺模糊偷拍视频、真假难辨对话。一个朋友说的爆料，他们足以让某个人在短时间内成为众矢之的。古语有言，来说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今天把明星当练习对象，明天是否也敢把普通人当武器？边界一旦模糊，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素材。对王一博而言，最直接的后果是名誉噪音。不论真实性如何，负面词条一旦登上热搜，合作伙伴、品牌方、公众舆论都需要重新评估风险。商业世界讲究稳定与可控，哪怕只是风声，也可能影响决策节奏。对被点名的同行来说，同样是一场无端消耗。名字被频繁转发、拼接、再解读，哪怕没有任何事实基础，也会带来舆情压力。对平台而言，这更像一次公开的压力测试。登录机制是否严谨？信息保护是否到位？内容审核是否及时？任何一环松动，都可能成为攻击入口。当网友高呼修漏洞，不完全出于正义，更多是出于恐惧。我们手机里同样存着订单、地址与聊天记录。安全感来自规则的稳固，而不是热搜的热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场风波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公众判断力的提升。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，截图不是铁证，录屏也未必绝对。技术门槛在下降，伪造手段在进化，简单的看起来像不足以支撑结论。当人们讨论机制、逻辑与动机，而非盲目站队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。理性未必能让热度降温，但能让讨论更接近事实。这场风波值得围观吗？表面上看，它具备所有爆款要素：顶流名字、私密聊天、同行点评、消费细节。但真正令人不安的，不是王一博是否说过那些话，而是有人敢把盗号隐私当作流量按钮，一按即响。热搜可以造神，也可以造谣。你今天轻轻点下的转发，可能就是别人明天诉状里的一张截图。网络不是法外之的，扩音器也不该免费使用。当爆料账号被封禁，风波并未立刻结束，但至少释放出一个信号，边界正在被重新确认。流量不该以侵犯隐私为代价，讨论不该以伤害名誉为筹码。清朗网络不是口号，而是每个人少一次手痒的克制。别让自己成为免费的扩音器，更别把违法当八卦的前菜。在信息洪流里，保持一分审慎，也是在为自己保留一份安全。感谢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并订阅频道。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。再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